中の様子を確認してこい。はいはい。事儿，果然会有家的啊！真是让人个高兴。あなたが店主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が、現場の状況から極めて威力のある爆発が起きたと推測されます。署に一緒にいらしていただき、事故の原因調査にお付き合いいただけますね。爆発かなんだ。化学薬品かね。写真はなるないだろう。今からですか？ご足労願います。つまり旦那さんの不注意によって起きたとおっしゃるのですね。はい、ご覧になったでしょう。彼は障害者です。火が出た時も健常者のように対応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お話は信用したいのですが、どうも腑に落ちないのです。写真館になぜ大量の水銀と硝酸、それからトリニトロトルエに至るまでの備蓄があったのか。こちらが現場で発見採取した残存物質です。爆発を引き起こしたものに関しては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ね。本当に現場で発見されたのですか？焼け跡には他にも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数十道具なんかにはご関心がないのですね。爆弾の製造と使用は法律で禁じられている。ご冗談でしょ？私は至極真面目ですが。冗談にしか聞こえません。つまり私たちが家の2階で爆弾を製造し、それで我が家を粉砕させ、一文なしになったとおっしゃりたいのですね。論点をすり替えないでください。おい、来客だ。走。儿子，来，妈妈看看。妈妈看看。不哭，妈妈看看。不哭不哭，妈妈在。有地方住吗？你们？我去找完山了。他怎么说？能怎么说？能活透了。爆炸给他造成的损失比我们还大。哎，好了好了好了。警察庭可能要起诉我了。你完全可以推到我这边的。你治得了这个？你有孩子，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作案动机。那我怎么说？说我在开照相馆的同时生产炮仗。这主意不错。茅山さん、大変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まさかあのような小さな店の株を先生がお持ちとは存じませんで。厳密に言えばあれも私の株ではないんですよ。あれはちょっとあれはだな。なるほど、そうでしたか。基礎謎をもってのほか、さもなくば我々皆体面を失うでしょう。しかし起訴状はすでに。現場で採取したものを再度科学検査に出しましょう。
実際現像液には元来銀、硝酸など家庭でよく使われているものも含まれていますしね。しかしながらこの管轄の捜査官は私一人ではない。神山さんも早いとこ奴らを国に送り返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かと存じます。中国の聖人ルミンたちは非常に厄介ですからでは私はこれで修哥哥走。开山社長。来了。船票买了吗？嗯，是的。书后，我既然做到这些了，你还有别的什么事？什么事？我刚从银行取出的。这几年我们两家的账务来往都在上面。你太让我气惊了，书后。店没了，账不能了。看来我一开始就对了。发生钱上的事情，我就同你打交道。谢谢您这么多年来的关照。书后，东京我们合作愉快，上海也一样可以合作。我姐姐倒是在上海开了家电器行。那就合作电器。总之，有你书红在，哪儿都会有生意。中国人把做买卖的叫做生意人。你看见我这个生意的意思没有？意思，上头一个立，中间一个约，底下一个心。就是说，理解书法可以把它说到人心里去的人，那就是买卖人。嗯，这字写的有新意。你书红，就是站着说话，可以把它说到人心里去的人。我们头一次见面，我就这么认为的。这都多久的事儿了？您还记着？那怎么难忘呢？前段时间，我说了一幅你们中国画家的画，想要送给你。秋风昨夜独潇湘，夏天红叶无斜阳。穿越如泉，热情似火，却有种躲不去一片忧伤。这不正是属乎你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完善老板，可以。交支笔。
不累？一切顺利。好。长这么大了啊！走吧，回家。此处为上海的领导机构，1楼主要负责进出口贸易，也包括购买枪支弹药。2楼是宿舍，你的制弹室也在2楼，还有一处印刷所在阁楼上。我带你去看看。徐吉林和秋瑾都进行到哪一步了？我看你还是好好安顿吧，这事儿太大了，一下两下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才要说清楚嘛。听说你有些不同的意见，是真的吗？啊？晚上有个领导会议，会议上再谈。汉王，你怎么了？犹犹豫豫的，怎么就胜任领导的责任呢？天白，此事生死攸关，稍有差池，会死一堆人。你是怕死人？我杨汉华做事，切切实实，赚1块钱搞1块钱的生意，赚2块钱再搞2块钱的事业。可是那些人，只有1块钱，要做10块钱的事儿，那成吗？今儿晚两省起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一堆不切实际的计划准备，人人头脑发烧，思想组织建设在哪？全无可靠准备，只重行动。天白，要不是我这1年多来的读书思考，恐怕我也会在那匹白马上对着人间大喊：“行动吧，兄弟们！”行了，不说了，你先好好休息吧。晚上会议上细谈，我还要见一个绍兴来人。休息一下，要不要躺床上？你这姐夫怕是不乐意我吴天白在这个时候回来呀。不会吧？你多疑了？不会吧？就凭他刚才那个态度，这太不像他。是此事在党内一直有分歧，他赢一番就是怕我吴天白站到他的对立面。天白，咱们初来乍到，你大事让一帆去做，你这个人就是……我人在东京，我心一直在国内。不行，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不能由着他患得患失的这么犹豫下去。东京老陶也是这个意思。此次秋操，背景特殊啊。老袁主动卸任了北洋4镇的统帅职责，由我凤山来接手掌管。满将带汉兵，棘手得很。
是的，总管大人。北洋陆军还是头一回脱离了袁世凯的掌控。脱离，话说的早了点儿。那他老袁是北洋陆军的亲妈，可咱呢，说穿了，也就是个奶妈儿。这老根儿啊，从小站练兵那会儿就已经种下了。况乎他老袁也是个笼络人心的高手，你别看那些个喝狼奶长大的家伙，这会儿都一个一个的低眉顺眼，可心里头指不定怎么想呢。得断奶了，总管大人。从秋操开始，逐步消除袁世凯对北洋陆军的影响。所以才要破格拔擢你来做这个总裁判长。良相深知，意义重大。对于此项安排，很多人会不服气。那么，成功与否，完全要靠你自己。要让别人感觉到，无论是少了哪块云彩，都会下雨，满降，一样可以带旱兵。杨凯之，陆军新任巡查。正是。哟，杨巡长，袁大人恐怕……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递过这个级别的名片。袁大人没这么失礼吧？那就试试。袁大人恭请戍边英雄杨凯之巡查面谈。这凯之也太不像话了！我费劲把他弄到京城来，他了，至今不来见我，一连3天到处拜码头，还都是大码头。看来此人志向颇大呀！啊，他在东京就这副德行。长短互补，咱祖上缺的就是交际能力。错，目前我是不屑于此道。包子有肉，它不在褶上。亲王爷这精神头，看着差了点儿。哎，别提了。许弘基、陈春轩处处跟我较劲儿，名义上是针对我，实际上是冲着老爷子跟相声。还什么精神头？哎，贝勒爷，谁还没点难处啊？这个时候可得站直了，别趴下。东边日出西边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得，凯之老弟，这人倒霉的时候啊，最见朋友。来，喝一个。凤兰，别这眼神，我这兄弟本来就惹事儿。来，妹妹，坐我腿上。说啥呢，还是别理他。我这兄弟啊，一贯的仗着一张小白脸啊，就这眼缝啊，跟张渔网似的，逮谁都这一套。哎，我看你俩呀，比这梁湘可亲热多了啊。妹妹眼尖，到底是见过世面。这男人身上这点力气，还能逃得了妹妹的眼光，对吧？千里兄，你知不知道，像你老婆这类人，最瞧不上的就是道貌岸然4个字。跟梁相比啊，我杨凯之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装。你说装什么呀？谁他妈不是愣小子一个呀？啊！
你上东京逛了一圈，回来之后你就变成贵胄了。大宅子住着，衙门里头车来车往的，整张纸画鼻子，好大的脸面。我杨海之啊，偏不吃这一套。你能一纸命令给我调过来，我就得舔脸给你当使唤。我跟你说，咱们都是同学，是吧？他怎么过来了，我们能不知道吗？千万别跟我打官腔，这贵族咱也不是没见过。吃菜，来。哎，得啊，别再听了，喝多就不好玩了。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什么秋操啊，别太认真，争什么输赢啊，都是演戏，这上上下下全是假的。总裁判长呢，秋操还没开始呢，谁输谁赢啊，早就安排完了。是吗？你以为呢？哎，爷儿起来了，用膳不？这都怎么个事儿啊？李太太安排的，房租啊都付过了。哦，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古今凡成大事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造就鸿鹄千里之志。你可算来了，属下跟长官致歉。咱跟您不一样，咱得安身立命，不是？我说你啊，天上掉下来这么大馅饼砸你我头上，这要搁在东京，那不得饿死？如此大军团的指挥机会，可你倒好。哟，你这沙盘做得不错啊！你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损我呢？演戏嘛，这道具置景，当然得逼真一点了。不是，你什么意思？这南北两军的将领，你接触了没有？开会时见了面。见了面，那就是简单的寒暄几句，这可不行。那两个可都是油缸里的西瓜，滑头着呢，你得抓住他们，要不然你这出戏唱不了。你这个人，姗姗来迟，见面劈头盖脸就这么一句。别把你那个总裁判长太当回事儿，你才来几天呢？你这话说的哈，我跟你说啊，什么方针计划、沙盘作业，通通交给你的军官去做。你呀，主要就负责接触统领、接触部队，不然连门都摸不着。操演不练方略计划，我还头一次听说。以我的经验，别把学校学的那些完全搬过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一句。没看出来？这是我根据日军的奉天会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抠出来的。我军现在最缺的就是最新的军事信息。秋操不练这个，依我看，没有任何的意义。也对，也对。我看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你先去找我的副官，把所有的备案了解清楚了，我们再谈，你看如何？嗨，原谅我，总是一时缓不过来神儿，老以为啊你是当年跟我同寝室的士官生呢。
总想跟你平起平坐。这样说，你就见外了啊？是，总裁班长，以后属下绝对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属下这就去研究备案。等会儿，先别急着走，有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怎么弄。您说。秋操各方因为分配野战帐篷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没分下去，闹我这来了。这么小的事儿，就因为小，才显出各方积怨。你去替我处理处理，我就不露面了，这样主动。是，小事交给属下去处理，大事您在屋琢磨着。这王八蛋，嘲讽我。要我说呀，你们南边让出一半来，那就差不多了。哎，凭什么你们北洋陆军就该吃香的喝辣的，好事都让着你，就连几顶帐篷都不放过？就是啊。哎，话不能这么说，咱们都一样，我们一个协3600人，你们只有2400，这3600跟2400差着1200呢。我们多要几顶帐篷怎么了？啊？按需分配嘛，是不是？要按需分配，我那几个帐篷都他妈不够一半屁股坐的。对呀，咱们南方军也不是娘的小老婆养的，就是大老婆生的，小老婆生的，自己心里没点数，是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太过分了吧！各位，总裁班长派我来啊，只管分配，不听需求。所以你们不用跟我申诉，你们是如何的需要，又如何的困难，没用。可支配的野外帐篷就这么多，一共324顶，扣除总指挥部需要的54顶，还剩270顶。参演各部共2个阵，另2个混成协。计9协33000余人，我们按协来分配帐篷，正好每一协30顶。30顶，那一半人得下一顶，这也不够啊！这不就是把问题推给咱们了吗？30顶会太少。各位，这指挥部啊，刚刚成立，穷，就这么点东西，你们一家啊就能分这么多。你们是能驻一个营就驻一个营，驻不上一个营就驻2个队，2个队也驻不上，那就分给各队做队部。反正啊，多一顶也没有。你们要是不想要，就算了。啊？什么意思啊？怎么说话了？我提醒一下各位，这次演习，上至太后，下至各国驻清使节、记者，可都盯着呢。咱就先不说这帐篷够不够分，就算是没有帐篷，我也不相信各位大人，谁能把这出戏演砸了。好，30顶是30顶，总比没有强，这签字。这是杨凯之啊，这你都不知道？总裁班长的同窗，延吉摆成日本人那个，难怪麻利呢。这就叫我胆大者一高。
我这就去银行，东兴转账那笔海外捐款到账了，你看取多少出来？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对，都兑成现银，几下里都要用钱的。一下里兑这么多现银，他惹眼了不是？那就分批取。小额分批取出，那可能得花点时间，至少得要10天，用钱来得及吗？10天。安庆的徐锡麟用钱倒是着急一些，不过绍兴的秋瑾可以缓上几天，10天之内吧。对了，你把从河南张德过来的王汉叫到我这里来，他就在对面旅馆等我。他妈呢？忙他呢去了。哦，哎呦，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屋子里头啊？新鲜吧？你家一帆从来不屑于此类。屋子里头还有小孩子呢，你怎么不注意点？我的儿子打小是这个东西一块长大的。来，过来。噔，摸的。哎呦，天白，你干嘛？你怎么能让小孩子摸这种东西啊？放心吧，安全着呢。啊，来，爸爸跟你一块摸。当今中国，没有第2个人有我这水平。啊，好了，儿子，你已经把运气都传给他了。快，抱走。找妈妈去啊！找妈妈去，走。妈妈，帮帮。男孩的尿能治病，你知道吗？你看，都不待见你，干脆你去找那个青云直上的贵胄吧，啊？没准他喜欢你，你就贴在他的腰眼上，开出一朵漂亮的花来，啊，儿子。哎，兄弟啊，出道是我早啊，可这运气可是你好啊。什么运气不运气的，也是用舍在时，行藏在我。可师兄，咱不是恭维，邱涛强大雨点子满天落，标统以上的军官，夯不啷当提上来10来个，嗨，一色的满人，独独就你一个汉人。哦，有这事儿？哎，开水老弟，你凭的是戍边的军功，我们大家都服，是不是？可是剩下的人靠这个上来的。确实。嗨，凯之兄贴着总裁班长形影不离，连这个都不知道。如今呢，哪个级别啊没有加码？明码标价。这叫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的，满将带汉子。怎么我一来，他们都走了？是啊，早都跑了。没办法，谁叫你是总裁班长？要不是你呀，我也跑了。刚总管大人跟我说了一情况，挺让我吃惊的。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朝廷原打算拿掉北洋那几个老袁铁杆的，结果竟然没拿动。这算什么新闻啊？这就是说，
慈禧太后对他袁某人，手下还留着情。你以为像李仁俊这一类马仔来京城一趟是吃干饭的？两边都在拼这个。你说的两边什么意思？你以为他不喜欢这个吗？只要家强合力，甭管是满将还是汉兵，都得排排坐，吃光光。不能吧？总方针是他亲自向我传达的。身为总管大人，还能出尔反尔？什么总方针？反正是针对袁世凯嘛。这不荒唐吗？设计是按日军的奉天会战为蓝本，打击的对象却是北洋军的卸任总指挥。你这么一说，我这全乱了，还真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啊，我提醒你，别把学校那套拿到这儿来。什么秋操啊，原本就是一场戏。你说你瞎使什么劲儿？这位先生，您这还有这么洋气的饭堂呢？没错，咱们这儿也算是直隶总督大人的半个家乡。去年他老人家亲自出资，按照天津来的比利时设计师的图纸造的。不错，我要一件。哎呀，对不住客官，咱们这儿以为指挥部包租了，租期半个月呢。指挥部？哪儿的指挥部？指挥部还能有几个呀？京城来的。马上就要秋操了，这儿得住大官。我就要一间房，多加点钱也没关系。出来做生意，多少要体面一点。您到斜对面的小旅馆去找，这儿啊真不行。哟，总指挥部的，在二楼，在二楼。那谁，带军官们赶紧上二楼。哎，军爷，楼上请。梁相将军，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楚。你说这火车的铁轨吧，两条铁轨的距离为啥不多不少，正好4.85英尺呢？火车咱刚做了，至于为什么，我还真说不上。哎呀，张同志啊，你做了南军的指挥官，果然是语出不凡呐！这一开口就考倒了我们的总裁判长啊！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生死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
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片片嫣红，人生初见难相